所有戴飾品的女生要注意了，你以為你戴的這個手串可以給你招米招桃花，其實你戴的每一刻都在吞噬你的生命。價格很低，可能就幾塊錢，但是打着925S925的旗號給你賣劣質耳釘，很多都是銅合金的。看到過這些報道嗎？那些商家用那個電鍍的合金，還有用重金屬當銀飾賣的啊，根本分辨不出來。用了之後輕則皮膚耳洞、過敏發炎，但是長期接觸啊，比別人的這個致癌風險高出好幾倍。仿真飾品、鑲钻耳環、仿真鐲子、電鍍飾品，买过的几个手，只是把自己往火坑推呀！先看光谱检測，56的镍，24的銅，還有13多的鉻。冷知識：镍化物為一類大毒物，金屬镍則是2B 類大毒物，長期佩戴會隨汗液溶出，吸進身體，等於給自己下毒啊！確實，不鏽鋼裡也有鎳，但人家是由金屬元素組成的合金，可你買的會釋放鎳離子，真不一樣啊！從去年開始，我們寶順通就收到了無數的假銀飾品送檢，成分都是鋁合金、銅合金等等，那金屬元素周期表都快全了。但更可恨的是，檢出了含有鉻、鎳等一類致癌物。你肯定想問，銀價比黃金便宜，為啥還要作假？其實銀不便宜，足銀10幾塊錢一克，一條20多克的銀手鐲加上工費就要300-400塊了。但是如果用金屬合金，成本幾塊錢，利潤直接翻了幾10倍。一級致癌物超標9000倍，這不就是下毒嗎？這得是有多大仇多大恨啊！925銀耳釘連一丁點銀都沒有，裡面的一級致癌物鉻卻超標9000多倍。感謝央媽的曝光，但我們更關心的是這些毒飾品為何能冠冕堂皇的上架公開銷售？難道沒人管嗎？當人們還在為食品添加劑、衣服的甲醛擔憂時呢，您知道嗎？現在每天佩戴的首飾也不會放過您的。近日，多名大陸女子因佩戴所謂的純銀首飾，皮膚出現紅疹水泡，最後被醫院診斷為首飾性皮炎。那麼更可怕的是呢，多名測評人對市面上售賣的純銀耳環來測定時呢，發現它們根本就不是 S925，而是銅合金或是其他廉價材料。這其中一款呢，鎳釋放量超標61倍，鉻含量超標1179倍。那麼有銀飾品鉻含量超標，直接突破了9000倍。這都是銀針的，基本都是銀針，卡片上都有標的。這種賣的話，不會這個過敏。戴久了沒什麼事吧？不會皮膚發炎什麼的？對，不會是吧？這種沙沙金是吧？這是10塊。對的，都有 S925可以編製，介入的時候你比較就是純銀那些可以。例如配件可以做，跟什麼鋼銀都可以做。初步這個測試下來說，對於這個金黃色的這些首飾產品來說，它的這個金的覆蓋層的這個厚度普遍是比較低的，可能它就不會稱為鍍金產品。這些鍍層呢，在經過長期的佩戴磨損以後，它就會裸露出裡面的一些基材。那麼這些基材當中含有這種鉻啊、鎳啊這些有害元素的話，那麼也會導致人體的一些過敏，甚至一些健康的風險。氧化會變色，這是我們對於銀飾的一個普遍認知。傳統的做法就是 92.5% 的銀混合 7.5% 的銅，對吧？消費者想要不會變色的銀，於是這一種不會變色的銀就出現了。開始有的商家在網上面宣傳德國的、美國的特殊鍍層技術，那個多厲害的鍍層技術，其實在元素周期表上面都有，能達到優化效果的，已知無毒的，比銀還貴，那剩下的還有什麼可選的呢？這位從事珠寶行業的博主說呢，其實無良商家賣你的鎳含量高的首飾還算是好的，只是讓你皮膚過敏。在歐洲國家，他們是禁止使用鎳的，那就只有鉻的了。鉻的成分存在劇毒、致癌，只要有 0.01% 的鉻就是超標了。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會檢測到那麼離譜的90以上是鉻呢？這跟檢測方法有關係。一般的檢測方法有2種，一種是非破壞性的檢測，那麼就是主要來檢測表面上，不檢測裡面。所以有些首飾呢，即便是有925銀的證書呢，它也只是表面的925銀。而另外一種呢是破壞性的檢測，它主要針對品牌首飾，由於內部會受到破壞，所以一般抽樣檢測需要成本，也只有品牌才負擔得起。而這也就給消費者造成了一種錯覺，因為網上買的既便宜又有光澤，但背後呢
其實卻存在着巨大隱患。這一次曝光出來的，那絕對是樂觀信息，告訴你有一件90%以上含镉的事。那沒曝光出來的呢，才是最恐怖的。是925银饰，什麼項鏈呀、戒指呀、耳環、耳钉那些925的，明白吧？這融出來就是這個顏色，好吧？檢測結果，這張圖大家仔細放大了看，這個就是它的檢測結果，含银量不到92.5%，是剛經過回火的4個9的糊的胎体啊。然後這個是客人的925的银子融出來的，然後大家對比一下，特別直觀的感覺一下这個品質的差異啊。客人拿來換款的銀子裡面有一隻假的沒有驗出來，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講一下這類假銀的可怕之處。比較常見的是會用錫和鋅這類顏色和銀比較接近的金屬做假，做工會明顯粗糙，有褶皺感，熔點很低，火燒會變黑，但是會爆漿，所以千萬不要自己在家用煤氣灶去燒它。還有一種是用銅和鎳，也是最常見的一種，質地很硬，丟地上是清脆的，火燒會變黑。有些人會把假銀打上925的鋼印，因為925燒起來也是會變黑的，這也是為什麼925是造假的重災區。這位博主提醒說，現在這種會氧化變黑，火一燒就變成白色的假銀，它質地呢跟銀一模一樣的，來回掰也是軟的。原因是它造假用的是鉻，屬於一類的致癌物質，主要通過食用、吸入或者是皮膚的接觸來進入人體，而且要做成好的效果，鉻含量需要達到30%以上。但是更可怕的是，银手鐲很多是送給周歲的寶寶的，危害那就不言而喻了。要鑑別這種毒銀，要麼把它燒化燒透，要麼用光譜儀，門檻非常之高。另一位多年從事飾品加工的博主表示，也有同感。為什麼925銀飾沒有人回收，或者應該說很少人願意回收925銀飾？因為925銀飾是造假的重災區，很多人都知道銀子的成本價格一克才幾塊錢，認為一件925銀飾最多也就幾十塊錢，不是很正常嗎？其實925銀飾一點都不便宜，可以這麼說，925銀飾就相當於一口價的黃金，因為折算下來一克上百塊，甚至幾百上千塊都有。而網上平台賣的那些幾十塊一件的925銀飾，99%以上都不是真銀子。我撿漏全是劇本啊！925的比999的還亮，是科學嗎？哎，我姐非說哈，48塊錢只有一個像樣是真銀哈，結果我檢測呢，這個銅占46%。你說人家黑心商家連銀都不捨得給你鍍，賣你48，含淚賺你40塊錢。哎，最可怕的是那個驗是超標的哈，戴久了頭暈過敏一樣是不少的。鋼印是能作假的，證書也能夠偽造。铬元素是被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癌症研究機構認定一類致癌物，它是一種累積性的重金屬毒物我們人體是沒有辦法把它代謝排出的，長期接觸會導致腎臟、骨骼、心系統以及生殖系統的一個多器官的損傷。當我們把這樣的飾品當做首飾去佩戴，裡面的鉻元素會溶解在汗液裡，然後滲入到我們的皮膚中。像一些女孩子的耳洞如果有破皮沒有長好的情況下，耳飾當中的鉻元素就會直接通過破損的皮膚進入到你的身體當中。據了解，鉻會在人體內積累10到30年，可造成腎臟損害、骨質問題，同時提高肺癌、腎癌的風險。鎳這屬於強烈的致密源，容易引起紅腫水泡，而且反應會因重複的接觸而加劇。鉛則更會危害神經的系統，對兒童智力發展影響尤為嚴重。有相關行業的專家指出，廉價飾品之所以問題叢生，與低成本高獲利有關係。以鋅合金、白銅甚至回收工業廢料製成的假銀飾品的成本只需要1塊錢到2塊錢，那麼即使售賣到9塊9呢，仍有可觀的利潤。此外呢，像鉻、鉛、鎳等金屬能增加飾品的光泽與硬度，更讓黑心業者趨之若鶩。這個是多少錢一個吧？純銀嗎？3個9的雪花銀不是足銀的哈，都要低一點。3個9的雪花銀哈。雪花銀它純度要低一點，不是足银。我買了我要去檢測哦。我跟你說了，它不屬於雲南的苗銀特色的。是不是含没含银？它不含银，就是装飾品。工艺品和银是2回事，還有這個東西它可能含有一些對人體有害的金屬，含沒含金？不含金呀，說沒有說是黃金的啊。銀子不值錢，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商家造假呢？今天銀價12左右1克，1斤銀原料的價格在6000多塊錢。那些造假銀子用的呢，大部分都是銅、鐵、鋁，銅1斤才多少錢？幾十塊錢。要是用鋁，那就更便宜了，鋁1斤才幾塊錢。
成本一斤6000多块錢和成本一斤幾塊錢。但是假銀飾呢，它一般都是按照足銀的價格來賣的，170多倍的利潤呀，這不是賺瘋了嗎？那個純銀燒出來的話，它就是那白色，它不會說這種黑色，知道吧？你像火一挨的話，它這裡都融化掉了，你看到沒有？你看這些，你看這些，這全部都是假的。這樣子的呀？對啊，你看沒有？這個你看沒有？這種都是黑色的，你看沒有？黑色燒出來都是這種黑色的。小孩子戴的那種也像這種樣，那說明也不是純銀的。要燒，一會兒燒一下子。就是就算你買到的東西，商家向你保證了我們家是真的鍍銀、真的鍍金，也能玩4年啊！能懂我的意思吗 ？GB 32022规定了鍍金首飾表面的重金屬覆蓋层厚度不得低于0.5，鍍銀的不得低于2，低于的話是這2種。破爛合金首飾裡面含有多種垃圾的元素，而這些元素其實是有相對要求的。其中镍的製品要求穿刺類的小於0.2，其中與皮膚長期接觸，比如手錶的錶帶、錶殼、衣服上的扣子、拉鏈，镍的釋放量小於0.5。镍是致敏金屬，一般人來說，它的致敏反應發生率在10%到15%，是鎳粉100個人裡面有10到15人出現過敏的反應。這位博主建議消費者想要避免買到假銀假金，首先呢就不能圖便宜，貪小便宜吃大虧不是沒有道理的，最起碼黑心商家就騙不到你。有錢就買純金純銀，沒錢買純銅也是不錯。因為在當今的中國，即便是檢測機構也存在造假行為，甚至呢有小作坊只需要小額的付費就能買到假的檢測報告，根本就無需送檢。基地有證書，有證書不等於沒有科技，有證書不妨礙有科技。小命是自己的，你買個金銀首飾，我認為1碗蘭州拉麵的錢是解決不了的。貼身戴的東西，你幾十塊錢的能戴嗎？真不能戴。我說這個地方肯定有人罵我，沒關係，自己的錢自己戴，自己的小命自己負責。反正我不戴，狗都不戴。因為即便國內已經有飾品有害元素限量的國標，規定了鉻、鎳、鉛等含量上限，但飾品並沒有納入3C 的強制性認證，仍然存在監管盲區。目前在大陸電商平台上標注鈦鋼、合金等模糊材質的商品仍在大肆的販售，不少商家更以廠家存檔為由，拒絕提供檢測證明。最大的受害者不是商家，而是我們這些消費者。早上起來喝一杯過兌的豆漿，再來一個淋巴肉包子，努力工作一上午，中午了份比我年齡還大的薑絲肉做的預製菜，下午再來杯芝芝木過兌的奶茶提提神，再吃點爛水果做的水果切補補維生素。下午接孩子的是炫臉跟谷泥做的澱粉腸，晚上再炒一個10幾20塊錢的脫層肉，我藥水泡過的爛菜葉子，夜宵再點一份地溝油麻辣燙。這一天又是向閻王邁進了。這博主不禁吐槽說，中國人能活到現在，靠的不是官方打假，商家有良心，衣食住行有品質的提升，靠的全是中國人命硬。誰能告訴他現在到底什麼是安全的？為什麼官方一直宣傳打假，卻一直假貨滿天飛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，請您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